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蛙家。今天的花草游戏要带大家来制作干燥花，还要用干燥花布置居家温暖可爱的小角落，一起打造生活的趣味吧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干燥花除了做送礼用的花束，也很适合用在居家布置。比起鲜花，干燥花的观赏期限可以达到1年以上。不过干燥花质地比较脆，容易碎掉，拿来加工及布置时要特别小心。我们今天会利用干燥花改造3个地方，需要准备的材料有这些。首先要改造的地方是梳妆台，这里原本瓶瓶罐罐很凌乱，我们要改变一下这里的气质。在大创跟 IKEA 都可以买到价格便宜的相框，将事先压好的叶片在透明亚克力板上摆出喜欢的样子，垫上一张色彩相称的纸张当底，最后盖上背盖就完成了。有时候不一定需要很多种花来搭配，用简单的色纸加上单种花材也可以成为很好看的布置物。在摆放时可以注意摆放的方法，顺着植物的生长点去组合2种花材，会有从同一株长出来的感觉哦。我们利用这款 3M 的相框挂钩来固定相框位置，将2个魔鬼毡压紧，4下背胶固定在相框上，接着粘上墙面就可以了。这样的固定法方便未来取下相框更换内容，让布置不会一成不变。桌面上我们放入干燥好的尤加利叶以及一株虎尾兰，让此处景致有鲜明对比。接下来将原有的保养品以铁盒收纳好，并将化妆品、耳环等饰品摆好，最后点上熏香，摆上布置小物就完成啦。简单布置完成的梳妆台搭配干燥花，感觉清爽又优雅。接下来我们要改造连接1、2楼的楼梯转角小空间。这次我们要拉大空间范围，搭配墙面创造出温暖的视觉端景。墙面以5束干燥花作为看点之一，下方角落利用各种干燥花组合摆放，加上大尺寸的透明表框压花作为这个空间的视觉重点。墙上的干燥花束我们利用无痕挂钩来吊挂，量好吊挂高度，注意无把花束间距不要太近，适当留白可以让空间感跳脱出来，视觉上也会比较舒服。接着来绑干燥花束吧。干燥花质地比较脆，在绑捧花时要特别小心，不要碰碎了。之前花草游戏有教过如何绑花束，还没看过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资讯栏去看看哦。将干燥花修剪成想要的长度，用麻绳在花茎上缠绕固定。如果遇到花茎比较粗的花材，可以用园艺铁丝先辅助固定，再用麻绳缠绕，把铁丝包覆起来。记得多预留一段麻绳，可以绑成吊圈，方便挂上挂钩。将绑好的5束干燥花依序上墙，墙面布置就完成了。空间下段，我们摆上小板凳及小茶几做底，板凳上摆上插有干燥绣球花及卡斯比亚的透明高频器，拉高视觉。而板凳前方则摆入比较乡村感的花器，利用干燥的薏仁创造出色调层次及高低落差。茶几左侧我们摆上星辰、芒萁等体积较为蓬松的干燥花，增加画面左侧的分量感。为了衔接板凳及茶几，我们在上头横摆几枝尤加利叶，除了作为2个物件的连接，也多出一份空间的延伸感。茶几右侧摆上较大的表框，里头利用绿白2色的高山羊齿做搭配。右边地板上的透明表框利用枫叶来摆饰。当2个框摆在一起时，要注意呈现一直线，看起来才会有一体成型的感觉。另外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花瓶灭火器，插上一支干燥向日葵作为点缀，跟其他干燥花布置摆在一起完全不违和。万一碰上了紧急状况，更可以及时派上用场。最后摆上几本书和坐垫，自己在家时就可以在这享受平静和谐的下午时光喽。转角空间迷人的透明植物画框，也可以用干燥花自己 DIY 哦。表框及相框制作的方式很简单，
透明亚克力板上双面都有保护膜，使用前记得要拆掉。今天我们会示范一种反面摆法以及一种正面摆法。反面摆法，我们选用压过的高山羊齿以及脱水后的白色高山羊齿做搭配。高山羊齿的枝条感比较明显，在摆放时，若是有叶片打架的情况发生，可以适当修剪枝叶。修剪下来的羊齿依旧可以摆在其他位置作为点缀。我们这次利用下面多上面少的摆法来创造出堆叠感，你也可以让它们从两旁向中间延伸，创造出更多空间感。正面摆法，我们用枫叶来示范。先利用眼镜布将透明亚克力擦拭干净，避免指纹残留。接着把枫叶摆成自己想要的样式，最后盖上亚克力，放入相框就行了。这边要注意，在翻转亚克力摆入相框时，一定要握紧，避免好不容易摆好的叶片跑位。接下来布置的地方是客厅背墙，原本空白的样子有点单调。我们利用 3M 的免钉胶带，将 IKEA 的层架粘上墙做布置架。免钉胶带粘好的层架不能马上放物品，在等待层架固定的时间，我们先来做布置品吧。这里的墙面利用挂钩挂上麻绳，做出一条微笑弧线，预备吊挂干燥小花束。把干燥花单独抓好固定，用麻绳或缎带打上蝴蝶，干燥小花束就做好喽。接着，我们利用相框背板裁切纸张。我们裁切了多张不同颜色、尺寸与形状的底纸，选好排定组合样式后，用保丽龙胶固定。接着放上一小束干燥花，搭配漂亮的纸胶带粘牢，超可爱花束画就做好了。可以多做几款不同样式来搭配，就是很好利用又充满手作感的布置品哦。再来，我们要开始布置层板，把家里原本就有的可爱小花瓶放上这里，接着摆上适合室内种植的小植栽，让空间更有生气。层架下方有点空，我们利用这款灰薄的绿色粘土，将刚才制作好的布置品粘上墙面。记得粘贴时要有适当留白，空间感才会凸显出来。将刚才绑好的干燥花用大木夹直接固定在麻绳上。再利用色调简单的明信片搭配，就完成客厅的整体布置了。布置完成，手作花束布置出直朴温暖的空间，看起来既可爱又充满活力。看了这么多干燥花搭配空间布置的方法，我们要再告诉你如何自己 DIY 制作漂亮的干燥花压花。干燥花的制作方式通常有3种：倒挂风干法，使用干燥剂，添加药品使花干燥。但是最推荐的还是倒挂风干法，做法很简单，在鲜花盛开的时候倒挂起来风干就可以了。这么做会让花枝的水分从茎部释放出来，进而保持花朵不会因为失水枯萎。吊挂前，如果鲜花有插在水瓶里，记得要先剪掉泡水的部分，并摘除多余的叶子，利用铁丝缠绕在花茎尾端，再制作出一个挂钩，挂在通风凉爽的地方就可以了。记得不要直晒太阳，否则花会褪色哦。大部分花材在1到2周会完全干燥，干燥完成后色泽会变得比较暗淡，呈现褐色。少部分像是星辰花依然会保有比较鲜艳的颜色。制作压花很简单，只要准备好书本、厨房纸巾以及你想要压的花材或树叶就可以了。利用纸巾包裹住叶片，小心放入书本中合起。接着在上头多摆上几本书，增加重量。大约1星期后就可以完成了。看到这边，相信大家一定有一个问题：干燥花跟有生花是一样的吗？答案是不一样。虽然都是由鲜花干燥而成，但有生花需要经过脱水、脱色、重新染色等处理才能完成，因此也被称为不雕花。以保存期限来说，鲜花大概可以持续1周，干燥花可以维持1到3年，有生花则可以保持3到5年。鲜花跟有生花很像，都是色泽鲜艳且触感柔软，而干燥花则是大地褐色搭配翠印质地。干燥花可以维持的观赏期间比较久，当然也需要好好的照顾跟维持。下面让小编来告诉你几点干燥花的照顾事项吧。1. 要避免放置在潮湿的地方，否则容易发霉。2.
如果干燥花上有灰尘，可以用吹风机或是手持风扇，以远距离的方式去吹，尽量避免用手触碰。3、避免大力碰触或撞击。4、避免碰水，也要远离精油及香水等腐蚀性溶剂。看完今天这集，是不是对于干燥花与永生花更有概念了呢？原来只要几个简单的小步骤，就可以完成干燥花的制作，是不是让你想直冲花市？布置时只要利用一些小配件的搭配，就可以拥有不同的效果。如果你也喜欢干燥花，不妨到花市走一趟，尝试制作属于自己的干燥花，并且利用来布置居家吧。更多收纳改造内容，快加入社团讨论吧！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。